气虚体质是由于人体之气不足，以气息低弱、脏腑功能状态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。何为气？气这个概念在中医养生理论里是一个很大的范畴，因为中医脱胎于道，所谓气在身在，足以证明古人对气的重视程度。脾气首先说明，这可不是发脾气的气，而是作为运化水谷的脏腑脾的一种功能，一般也被称之为中气。这是我们身体消化、吸收营养物质的基础，也是日常活动的动力来源。脾气虚了，自然就会有那种精神不振的感觉。肺气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气，由呼吸而来，用现代化解释可能更清晰一些，吸入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。中医的认识比较复杂一些，吸入的气还需要通过脾的运化和肾气结合，这才是完整的肺气过程。肾气，肾气是中医理论里比较宝贵的一种气，因为包括了不可再生的先天之气，所以更被历代养生家所重视。肾气对身体的强壮、生殖以及温阳全身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以上三种气是养生概念里最常说到的，当然并不是说心、肝二脏的气就不要紧，只是相对来说稍微少见些许而已。我们知道了身体的三种气之后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气虚这个概念，也才可以更好地从身体的表现判断与何脏何腑相关。气虚体质者主要来自先天禀赋，也有后天不良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所造成的。造成气虚无力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：首先，得自父母，母亲怀孕时进食较少，营养不足，或父母有一方是气虚体质。其次，熬夜伤神，经常熬夜容易伤神，劳伤心脾。重体力劳动者则会伤形，长期神行过劳都会耗气，加重气虚。然后是七情不畅，长期七情不畅、抑郁或暴怒都容易导致肝火郁结，肝木克脾土，从而促生气虚。还有是久卧伤气，久卧不动容易导致气滞不畅，从而伤害脾胃，导致气虚。长期节食或食用伤气的食物也是造成气虚的原因，长期节食会导致营养不足，形成气虚。长期食用一些伤元气的食物也会导致气虚。其他方面，大病、久病容易伤元气，纵欲也会消耗元气，长期服用清热解毒的中药或抗生素、消炎药、激素等，则会促生或加重气虚。气虚体质有这5种类型。一、肺气虚。肺主气，司呼吸，外合皮毛，通调水道。肺气虚，则其主宣降，司呼吸，调节水液代谢，抵御外邪的作用就会减弱，出现短气自汗、声音低切、咳嗽气喘、胸闷、易于感冒，甚至水肿、小便不利等病症。二、肾气虚。肾居腰腹，藏精气，司二阴开合，精气冲五脏而上溶于脑髓。肾气亏虚，失于荣养，见神疲乏力，眩晕健忘，腰膝酸软乏力，小便频数而清，白带清晰，舌质淡，脉弱。肾不纳气，则呼吸浅促，呼多吸少。三、脾气虚。脾居中焦，主运化，司生清，统血行。脾气虚弱，不能运化水谷精微，气血生化乏源，正见饮食减少，食后胃脘不舒，倦怠乏力，形体消瘦，大便溏薄，面色萎黄，舌淡苔薄，脉弱。四、心气虚。心主血脉，藏神明。心气亏虚，不能鼓动血脉，亦不能养神，故见心悸，气短，多汗，劳则加重，神疲体倦，舌淡，脉虚无力。五、阳气虚。气虚可见面色黄白，头晕目眩，少气懒言，神疲乏力，甚则晕厥。阳虚除气虚症状外，兼有畏寒肢冷、自汗、脉沉缓或迟而无力，舌质胖淡，舌苔白。许多人因为工作的缘故，即使身体已经很疲劳了，
还在硬撑着。其实，疲劳是身体需要恢复体力和精力的正常反应，是人体的一种自动控制信号和警告。如果不按警告立即采取措施，那么就容易损害人体正气，最终积劳成疾。尤其是气虚体质者本身阳气就匮乏，如果再不注意休息，经常硬熬，就必然会损伤身体根本。一般来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该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要硬熬。一、身体患病时不可硬熬。事实上，气虚体质者的大脑、心脏等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衰退了，身体的免疫力也在下降。如果在对头痛、乏力、腰酸、腿痛等不适症状不重视，强忍下去，终将拖延耽误，酿成重症。二、如厕时不可硬熬。对于气虚体质的人来说，大便硬憋可造成习惯性便秘、痔疮，还可诱发直肠、结肠癌。憋尿会引起下腹胀痛难忍，甚至引发肾炎。因此，要养成定期大便和有了尿意就应立即小便的良好习惯。三、起居上不可硬熬。气虚体质的人，一般到了晚上就会感到头昏思睡，这时千万不要硬撑，不可强用浓咖啡、浓茶去刺激神经，以免引发神经衰弱、高血压、冠心病等疾病。四、肚子饿时不可硬熬。对于气虚体质者来说，也不要随便推迟进食时间，否则可能引起胃肠性收缩，出现腹痛、手脚酸软、发抖等症状。经常饥饿不进食，易引起溃疡病、胃炎等症。五、口渴时不可硬熬。水是人体最需要的物质，气虚体质者必须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。可是人体缺水的信号，表示体内细胞处于脱水状态，如果硬熬下去，则会影响健康。过度运动不是养生，而是在伤气。运动是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，但如果过于频繁运动或进行过度激烈的运动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因为运动不是越多越好，强度越大越好，过度的运动反而会伤害身体的正气。过度运动将导致未老心衰。众所周知，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，也有助于防治高血压和心脏病。但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，过度锻炼不仅对身体没有好处，反而可能加速心衰，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，超强度运动对他们的心脏是非常不利的。过度运动会影响孩子智力。运动对人体的健康无疑是有益的，但也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度，否则会对大脑功能造成损害。特别是孩子，他们的气还不足，大脑功能尚未发育完善，更容易受到影响。因此，专家建议，对于儿童来讲，最好多做些机械运动，如摆放积木等。这些运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，其实能大大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和手眼协调能力。少女过度运动易患妇科疾病。国外的调查表明，18岁以上的女运动员，月经异常者占相当大的比例，多表现为月经初潮延迟、周期不规则、继发性闭经等，且运动量愈大，初潮年龄越晚。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剧烈运动抑制下丘脑功能，造成内分泌系统功能异常，影响体内性激素的正常水平，从而干扰了正常月经的形成和周期。过度运动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。运动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，消耗热量，因此有助减肥瘦身。但是，强度大的运动并不会消耗更多的脂肪，尤其在无氧运动时，肌糖原无氧降解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是乳酸，乳酸通过代谢合成脂肪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度运动不能减少脂肪的原因。规律运动是不会使人生病的，不规律的生活才最危险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合理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，给身体充分恢复的时间。一般说来，肌肉稍有酸胀感，并能在2-3天内恢复，是比较理想的。自然界有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
火这些正常的气候现象，而当它们发生异常之时，就会侵入人体而致病，称为六邪。中医借用风邪、寒邪、暑邪、湿邪、燥邪、热邪之名，概括所有的由外界因素干扰人体所致的疾病原因。风邪是由风致病的一种致病因素，其致病的特点是发病快、变化多，疼痛呈现游走性，并遇风加重，多伤于人体上部。外风具有发热、汗出、恶风等，内风多为肝风内动。肝风内动是泛指因风阳、火热、阴血亏虚所致，以肢体抽搐、眩晕、震颤等为主要表现的症候。气虚体质是指以气虚、气息低微、脏腑功能状态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。气虚体质者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弱，为外失故，不耐受风邪。因此，对于气虚体质的人来说，在日常生活中尤其要注重避风邪。由于气虚的人免疫力低下，体内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能力来抵御风邪，一遇到大风，或者人体出汗后受风，就会使风邪在人体内长驱直入，造成疾病。气虚体质者要提高警惕，谨慎应对。其实，日常生活中防风邪的办法简单易行，比如风邪最易从人体的上部侵入，因此一定要做好上身的保暖。夏季不穿无肩、无领、露背的衣服也会给风邪以可乘之机。冬季外出时戴上帽子和围巾，护住头部。春夏风邪最盛的时候，不在阳台、树下、露天或有穿堂风的厅堂、凉滑的水泥地上睡觉。紧身衣和透气性差的衣服，因为不能散汗，汗出当风可能引发肌肉关节酸痛或四肢僵硬而致病，故最好选用棉质或丝质的衣服。如果不慎感染风寒，引发感冒等症，在症状初期可以采取这种驱风方案：侧卧在床上，左侧或右侧均可，全身放松，手握拳，屈膝，用鼻吸气，直到不能再吸时闭气，坚持片刻，直到忍耐不住时，缓缓吐气，然后调匀呼吸，重复前面的动作。如此反复呼吸，至出汗时翻身，姿势同前，重复前面的动作，到身出大汗时停止。这种呼吸方法可以驱除体内风寒之气，不过在运作中要保持室内温暖，不可受凉。有些人在形体上消瘦或偏胖，疲倦乏力，少气懒言，语声低切，面色苍白，常自汗出，动则尤甚，心悸食少，舌淡苔白，脉虚弱，女子白带清晰，这些症状说明此人气虚。中医认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，所以气虚体质者应该多吃一点益气健脾的食物。本草纲目中说，大枣、莲鱼、葡萄、南瓜等具有益气健脾之功效。中年女性是较为常见的出现气虚症状的人群，平时可常吃大枣、南瓜，多喝一些山药粥、鱼汤等补气的食物，注意摄入各种优质蛋白，对补气都大有好处。气虚往往和血虚同时出现，因此在注重补血的时候，更要注意补气，以达到气血平衡。另外，气虚体质的人最好吃一些甘温补气的食物，如大米、糯米、小米等谷物都有养胃气的功效。山药、莲子、黄豆、薏仁、胡萝卜、香菇、鸡肉、牛肉等食物也有补气、健脾胃的功效。人参、党参、黄芪、白扁豆等中药也具有补气的功效。用这些中药和具有补气的食物做成药膳，常吃可以促使身体正气的生长。气虚的人最好不要吃山楂、佛手柑、槟榔、大蒜、本兰、萝卜缨、香菜、大头菜、胡椒、碧波、中指、紫苏叶、薄荷、荷叶，不吃或少吃荞麦、柚子、柑、金桔、金桔饼、橙子、李记、生萝卜、芥菜、砂仁、菊花。人参是举世闻名的珍贵药材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中医认为它是能长精力、大补元气的药药，更认为多年生的野山参药用价值最高。对于气虚体质的人来说，人参可以说是保命强身的良药。人参作为补气药品，人参用量的多少是单用，是与其他药物配伍，与服用什么种类的人参、什么情况下服用等因素有关。红参性偏热，
西洋参性偏凉，一次服用量不宜超过3克。生晒参性较平和，剂量可适当增大，一次可服用6克。如较长时间服用，量宜减半。如欲用于祛病补虚或补虚救脱，量可增至2倍或3倍，甚至更多，但需在医生指导下服用。一味人参煎成汤剂，就是独参汤。不过，这种独参汤只用在危急情况，一般情况下切勿使用，常常需要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。如提气需加柴胡、生麻，健脾应加茯苓、白术，止咳要加薄荷、苏叶，防痰则要加半夏、白芥子，降胃火应加石膏、知母等。另外，服用人参药避时，及体质壮实者无需服用人参。气虚体质的人可以用人参煮粥。用人参3克，切成片后加水炖开，再将大米适量放入，煮成稀粥。熟后调入适量蜂蜜或白糖服食，可益气养血、健脾开胃，适用于消化功能较差的慢性胃肠病患者和年老体虚者。对于气虚体质的人来说，补气血固然重要，但由于人云亦云，人和人之间的体质不同，气血水平不同，补气血并不能一味地要求整齐划一，而市面上的气血养生误区比比皆是。一，只有女人需要养气血。在90%以上的人眼里，补气血是女人的事，甚至更无知一点儿说是产后妇女的事。虽然由于生理的原因，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血虚，但并不能因此说补气血是女人的专利。在临床上，男人得虚症的也不少，老年多虚症，久病多虚症，其他如先天不足、烦劳过度、饮食不节、饥饱不调等，皆能导致虚症，所以男人也要注意补气血。2. 运动能增加气血能量。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加快血液循环的速度，可以使一些闭塞的经络畅通，强化心脏的能力，提升人体的免疫功能，也会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加快人体废物的排出，但是不会增加人体的气血能量。如果只是单纯的运动，完全不改善生活习惯，增加或者调整睡眠的时间，则运动只是无谓的消耗血气能量而已。如现代许多繁忙的都市人都利用夜间进行运动，这样运动时身体必定是调动储存的肝火，加上运动的激发，精神处于亢奋状态，必然影响睡眠，有害身体健康。3. 寒凉的食物不能吃。并不是所有的寒凉食物进入肚子里都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，只要与人的体质、吃的季节相适宜，能起到中和、平衡的作用，就可以吃。比如夏天，人体大量出汗，而适量吃些大寒的西瓜，它能除燥热，又能补充水分和糖分，这时的西瓜对身体来讲就能起到协调、补血的作用，而天冷时吃西瓜就容易导致血亏。寒热食物要搭配着吃，比如吃大寒的螃蟹时，一定要配上温热性质的生姜，用姜去中和蟹的寒凉，这样就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，还利于蟹肉的消化吸收。4. 黑色食物一定能补血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，黑色食物补肾补血，如黑芝麻、黑豆、黑米、黑木耳、海带、紫菜、乌鸡骨、黑葡萄、黑桑葚等。其实并不尽然，温热是补，寒凉是泻。黑米、乌鸡性温，补血补肾效果明显；黑芝麻性平，补肾补肝润肠养发；黑豆性平，补肾活血解毒；黑葡萄性平，味甘酸，补肺补心补脾补肾；而黑木耳性凉，黑桑葚性寒，海带、紫菜性寒，夏天可以经常吃，冬天尽量不要吃。所以，任何食物补还是不补，一定要看食物的属性，而不是根据颜色排资论辈。